周三，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香港网媒立场新闻6名高层及前高层人员，其中包括前总编辑钟沛全和前董事、歌手何韵诗。此外，钟沛全的妻子、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也于周三被拘捕。晚些时候，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所有员工及时解散。港警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周三回答深圳卫视驻香港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任何人只要有违反国家安全罪行的情况，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追究到底。据港媒披露，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正被通缉中。周三清晨6点左右，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警员兵分几路，一路持法定手令到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生的大卫寓所搜证，并在半小时后将他带走。另有200多名警员到立场新闻在观塘的办公室搜查、检取新闻材料等，最后将包括多部计算机在内的10多箱证物运走。警方披露，在此次行动中，共有6人被捕，年龄介于34岁至73岁。除了立场新闻署理总编辑林少彤之外，前总编辑钟沛全、4名前董事何韵诗、吴霭仪、方敏生和周达志，也都因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被捕。我哋發覺呢啲煽動性嘅文章咧，有一部分咧係要嚟咧係煽動咧係其他人分裂國家，煽動他人係顛覆國家政權，或者係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啦，或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嗱，呢啲嘅文章呢，通常係有一啲已經被捕嘅人士啦，又或者呢係由嗰啲所謂行國際線嘅逃犯啊，以博客身份呢係嚟提供。咁啊，有陣時亦都會係用呢個獨家專訪啊等等嘅形式去做嘅。咁因此呢，警方到而家呢，我哋係要特別係去調查咗幾方面嘅。第一，佢個資金來源；第二，公司。包括佢喺英國嘅分社入邊，佢自己嘅營運真正目的係做啲咩嘢？包括佢哋究竟有冇合謀其他人去做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情況，包括係勾結外國勢力等嘅罪行。值得一提的是，除6名立場新聞的高層及前高層人員，鐘沛全的妻子、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佩敏也被指控涉嫌參與撰寫涉案的煽動性刊物。在此之前，陳佩敏已因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遭關押，所以這是他第2度被捕。而就在此前一天，一傳媒創辦人亂港頭目黎智英及其他6名一傳媒和蘋果日報高層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再次提審。控方獲准申請加控7名被告一項串謀刊印、發布、邀約發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4號再審，7人均被收押，不准保釋。針對這些假借利用新聞工作作為工具犯法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香港新聞工作受基本法保障，他支持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根據證據依法處理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的人，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利用新聞工作去做工具，係破壞新聞自由嘅人，係污染新聞自由嘅人，真正嘅專業新聞工作者應該齊聲反對，齊聲說不，同佢哋保持距離。利用新聞作非法勾當，將新聞工作成為一個工具，呢啲係新聞工作者嘅害群之馬，我係予以譴責。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周三下午召開的記者會上透露，已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港元資產。此外，立場新聞宣布即時停止運作，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停止更新，並於日內移除。深圳衛視記者瀏覽立場新聞網站發現，B 站當天立場新聞共發表5篇報道，最後一篇新聞定格在了早上7點。而這篇文章仍是一條對亂港分子的專訪報道，這也說明直到最後一刻，立場新聞還在為分裂勢力背書。立場新聞係涉嫌咧係由2020年嘅7月至到2021年嘅11月，係不斷刊登咗多篇帶煽動性嘅文章嘅，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係煽動咧係其他人分裂國家，被我哋凍結嘅款項咧係達6100萬之多。嗱，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國安處歷來所偵破嘅案件之中咧最多凍結嘅款項其中嘅一次。中午呢
呢，警方宣布记者会将定在下午4点开始。一时间呢，几乎是全港的所有传媒都立刻出动。最早呢，下午1点就有传媒来占位置，不大的会议间就已经是挤得满满当当。许多摄影记者呢，蹲坐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两边的走廊也是挤得水泄不通，这在疫情之下的记者会是不多见的，可见本场记者会是受到了超高的关注。国安处的高级警司李桂华证实，拘捕了7名相关人士，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拘捕。我们注意到，在香港的各家传媒的评论区，大快人心、罪有应得都成为了关键词。很多网友呢都留言表示感谢警方，支持警方行动。反中乱港传媒倒闭是罪有应得，正本清源。网媒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一样，曾是香港臭名昭著的黄媒，专为乱港分子提供阵地，以专栏文章为思想武器，鼓吹港独。上半年，立场新闻转载了一篇题为《从爱尔兰抗争经验看香港抗争运动的未来》的文章。文章处处煽动暴力与港独思想，鼓吹修例风波中的暴徒有必要背水一战。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一定程度震慑了立场新闻等黄媒。苟延残喘之下，为了逃避香港国安法制裁，立场新闻想出了5招，包括将5月之前的刊出的所有评论文章全部下架，6名董事集体辞职，遣散所有老员工，再重新签约，暂停接受赞助等。不过，香港市民对此类搅乱香港和平与稳定的黄媒已忍无可忍，多位市民及团体5月自发前往香港警察总部抗议立场新闻煽动恐怖活动，并向警务处递交举报信件，促请警方严查。我们也知道，苹果日报做了大量的反中乱港的一些报道，那么后来被清查，他的5名高层也被捕。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个立场新闻还继续的做一系列的为苹果日报证明的这些报道啊，而且是大篇幅的系列的几十篇文章的轰炸。那这个明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发表舆论的一种行为了，它其实已经是在对现有我们的法律法规做一个挑衅。事实上，自2014年开始运作以来，立场新闻就不断攻击中央与香港特区政府，都是背后主事者在作祟。此次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被捕的几人，就是立场新闻的核心人物，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无疑是港独歌手何韵诗。何韵诗是香港已故艺人梅艳芳的关门弟子，但并未继承师傅梅艳芳的半分爱国情怀。早已加入加拿大籍的何韵诗，自2019年以来，在多场乱港活动中嚣张至极。修例风波中，何韵诗担任信托人的612基金，为乱港暴徒提供金钱、医疗和法律等援助。不但如此，何韵诗还频频走上前线做直播，煽动暴徒升级应对警方，影响极坏。2019年7月，何韵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叫嚣，除了公然抹黑一国两制，言语间几度将香港与中国进行对立之外，甚至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时任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这是痴心妄想，怎么可能呢？他有点不自量力。在联合国上演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后，当年9月，何韵诗又和黄之锋等人飞到美国出席美国会听证会，进行了一通泯灭良心的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发言，鼓动美国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让外部势力插手中国内政，也让何韵诗坐实了反中乱港的罪名。何韵诗近年日趋激进的出位行为，也未因香港国安法生效而停止。他参与的政治活动包括公开支持反对派操纵的非法初选，并为黄之锋、岑敖晖、朱凯迪、袁家卫、何桂兰及张坤阳站台。而所谓非法初选，早前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47名参与人士被拘捕，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也有可能面临追究。今年8月，香港的反中乱港组织接连宣布解散或停止运作之际，早前支援黑暴人士的612基金表明将会停止运作。港媒披露，何韵诗在当时已引起执法部门关注。9月，何韵诗还妄图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结果被香港艺术中心引用危害公共秩序及安全条款拒绝租场。此后，何韵诗在找不到其他任何演出场地的情况下，甚至想到在网上搞直播，结果被网友痛骂：过街老鼠不如到监狱去唱吧。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陈成兴指出，在香港走出政治泥沼，开启良政善治新局之际，何韵诗等一批乱港分子的拘捕具有标杆意义。我们一系列的制度在落地，我们香港新的良政善治的局面在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必然对这些行为要做严肃的处理。
也才能给大家树立一个标杆式的一个影响。而在何韵诗被捕后，针对其多次涉嫌勾连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恶劣行径，港警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周三答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问时明确指出，任何人只要有违反国家安全罪行的情况，无论身在何地，都会追究到底。在涉嫌外部勾连方面，警方有没有调查进展和相关消息可以公布？还想请问一下，对已经逃往海外的违法人员如何进行通缉呢？第一，我哋每一個係有違反國家安全嘅罪行嘅情況呢，我哋係會追究到底嘅，呢個係好肯定嘅。第二嘅話呢，就算佢自己喺度干犯呢個法律嘅時候呢，係並非在香港嘅時候呢，我哋根據國家安全法呢，係有一個域外嘅執法權嘅，即係話呢，佢而家喺身處唔喺香港嘅地方入邊去干犯呢啲嘅事情呢。佢亦都係，我哋亦都係需要同埋係可以咧，係用國家安全法咧去追究佢嘅罪行。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周三主持特区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启动礼。他在致辞中指出，这个日子对于市民、国家和特区来说都非常有意义和值得纪念。为此，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一连串丰富及多元化的纪念活动，并已成立由他本人担任主席的跨部门筹备委员会，目前已筹备过100项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主题为“砥砺奋进念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李家超在周三下午举行的活动启动礼上介绍，砥砺奋进念5载是强调25年来香港在国家的全面支持下，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同时保持国际大都会的角色，发展香港成为4个传统中心的地位，包括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缔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而携手再上新征程，则是寄托着对更好的未来期盼和信心。25年嚟，香港雖然經歷咗風浪，但係隨住香港國安法嘅實施，以及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咗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後，香港由亂轉治，踏入由治及興、由破壞年代進入建設年代嘅全新發展局面。我有信心，只要我哋攜手一致，好好咁把握新嘅發展機遇，我哋一定能夠為香港創造更美好嘅未來。李家超表示，香港会借着25周年的机会，加强对外宣传，巩固国际都会的地位。14个香港驻海外经贸办事处会举办一连串活动，例如在泰國曼谷舉辦香港周，以及在一些歐洲城市舉辦香港月，向世界各地推廣香港獨特優勢及無限商機。喺連串嘅慶祝活動裏邊，我哋會向世界展現香港已經整裝待發。我哋計劃邀請國際專家參與大型會議同埋論壇，例如國際創新及科技高峰會、亞洲金融論壇2022等等，凸顯香港剛才提及嘅8個中心領域嘅潛力同埋無限機遇。慶回歸是香港大事，也是國家盛事，因此明年在北京會舉行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展覽，香港多個駐內地辦事處也會舉辦慶祝活動。而在香港本地，重頭戲則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禮。其他盛事包括明年1月旅發局新春嘉年華、香港單車節等，以及多場國際論壇及展覽。我亦都呼籲社會各界支持同埋參與特區成立25週年嘅慶祝，歡迎商界、專業團體同埋地區嘅組織等等去籌辦不同類型嘅慶祝項目，共同喺社區分享共慶回歸嘅熱鬧氣氛。我有信心2022年香港特區成立25週年，會凝聚信心同埋希望，迎接更美好嘅未來。國台辦周三舉行2021年最後一場例行記者會，回顧1年來的兩岸關係。發言人馬曉光用“克難前行，穩中有進”8字總結。2022年，大陸將採取哪些措施堅決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王坤義、孫興傑在線觀察。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一签署的所谓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夹带涉台私货，鼓动提升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并且再次炒作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就此回应称，坚决反对美方通过包含涉台内容的法案。回顾2021年的两岸关系，马晓光用克难前行、稳中有进形容。他强调，2022年将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所谓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协助台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合作，以及美国国会邀请台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等消极涉台内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周三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方通过包括涉台内容的法案，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挫败台独图谋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义行为。民进党当局甘当棋子，企图以美谋独注定失败。除美国外，日本近期在涉台问题上也小动作不断。上周五，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以政党的名义与民进党进行所谓的2+2会谈，大打擦边球，甚至在会谈上邀请台湾地区加入 CPTPP。对此，马晓光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立即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一切涉台错误言行。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个有关国家应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除经济上，日本在军事上也是动作频频。据日本共同社披露，自卫队和美军拟定一份所谓日美共同作战计划，以应对所谓台湾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当被问及计划草案时，一名五角大楼发言人告诉美国国会山报，美日共同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则回应说，因涉及日美两国在紧急事态中的应对，所以不便透露。在周三的国台办记者会上，马晓光也就此作出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止不了我们挫败谋独挑衅、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实际上，美日不断炒作台海紧张局势，要求台当局强化战力。不过，所谓的强化战力，实际上是交保护费的另一种说法。有港媒梳理发现，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战力装备实在太贵太旧。2007年7月，台湾向美国采购30架阿帕奇直升机，平均一架7000万美元；而希腊向美国订购的阿帕奇，一架只要5600万美元。2014年12月，美国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巡防舰，总金额高达55.6亿新台币。4艘佩里级巡防舰虽不是美军的退役军舰，但服役期已有27年。2019年7月，美向台出售108台 M1A2T 主战坦克，总额20亿美元。美国早已停产 M1系列主战坦克，所有出口坦克皆用库存坦克改装，其中甚至有大量车体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产的。2020年5月，美对台出售18枚 MK48 重型鱼雷，总值1.8亿美元，平均每枚1000万美元，单价比3年前贵1倍。2020年6月，在美国施压之下，台湾被迫购买逾100枚老旧的鱼叉导弹，估计耗资逾100亿新台币。由于岸防鱼叉导弹系统的前置攻击性质不符合美军战略思维，目前美军也不使用该系统，却逼台当局采购。台当局花大价钱向美国采购军备，能拿到货也就罢了，但如今却是不一定能正常到货。台防务部门招标资料显示，台军采购的能远距离检测解放军动态的侦察用吊舱接装日期被延期到近10年后。从美军采购的针刺防空导弹250枚，发射系统108套，总预算逾72亿元新台币。台方从5年前就开始付款，结果到现在连1套都没拿到。有学者指出，台湾交了钱却收不到货，根本就是被美国耍了。可见美国不过是把台湾当摇钱树，所谓协防台湾只是一句空话。我们知道军事科技的一个进步那是一日千里5到10年以后，这些东西可能又落伍了所以我觉得美国是在吊着台湾的胃口
那就只好让美国一直牵着鼻子走，把美国的政治透过军事这样延长，然后拉到台湾本岛来，让台湾这个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美国的掌控之中。这也是蓝绿都没有办法离开亲美的这个缘故吧。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有台媒报道，解放军军机近2个月密集巡航台湾空域，继本月26号、27号2天出现后，28号一早又3度进入台西南空域，本月达22天。据台湾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解放军将近950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演训，远高于2020年380次。在周三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明年台湾局势会进一步复杂严峻，不排除我们与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插手干预的斗争可能会更尖锐、更激烈。我们坚信我们握有主导权和主动权我们的政策非常清楚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马晓光介绍，2021年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主动权，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稳中有进。2022年，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勇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是绝路。与外部势力勾连分裂国家，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必须悬崖勒马。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襄历史伟业，共享复兴荣光。今天是国台办2021年度的最后一场记者会，岁末年初总结与展望两岸关系是本场发布会的重点。马晓光用克难前行、稳中有进来形容2021年度的两岸关系，并且表示新的一年我们秉持的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不会变。同时，他也指出，明年的台海局势会更加复杂严峻，我们跟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插手干预的斗争会更加尖锐。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拜登签署生效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了多条涉及中国的事项，其中赫然就有邀请台湾参与2022环太平洋军演等条目。那么您对此怎么看？您觉得为什么美方近来频频打台湾牌呢？美国下一财年的国防预算达到了7700亿美元，从国防预算中我们看不到美国战略收缩的迹象。拜登虽然声称要为美国的中产家庭服务，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的发展，但是国防开支没有随着美国海外战争的结束而削减。与之前的预算草案相比，拜登又增加了200多亿美元。不能不说，美国的海外战争逐渐结束了，但是美国作为战争国家的状态却没有结束。为什么美国在战争之后还要维持如此之高的军费开支呢？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的重心转向了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中包括太平洋威慑计划，这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提出的一个计划。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战略部署，只能让世界进入更加动荡的状态，引发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武装和平。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台湾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进行挑衅，在我看来，台湾恰好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交叉点上。第一，台湾处于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上，炒作台海局势，为美国武装台湾、升级军事同盟的合作水平提供了借口。台海形势越紧张，台湾就会不惜血本地买美国的武器，台湾的依附性就越强。另外，台海
局势还为美国集合盟友提供了一个由头。一是在国际上进行炒作，包括欧洲的官方代表也是频频访台。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似乎是上升了，但其实意味着欧洲的小国也在打台湾牌。二是美国与东亚的军事盟友的协调，尤其是美日之间的协调。日本的媒体就披露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制定了设想台湾发生紧急状态时的联合作战计划的草案。日本将允许美军在西南诸岛建立攻击基地。对于这样的信息，我们要高度关注。联系到此前日本政府内阁高官以及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台湾问题上的诸多表态和说法，美日针对台海局势的协调和合作的升级，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台湾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产业，台积电在全球的半导体，尤其是芯片生产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日本和美国本土的生产能力非常低，从地缘经济、产业合作网络来说，台湾处于非常重要的节点上。日美两国都邀请台积电进行投资，为了控制台湾的产业，美国可以说是软硬兼施。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技术竞争的加剧，高技术领域的打压和脱钩也会加剧。未来台湾将处于美国构建排他性的产业技术联盟的最前沿，也将处于中美竞争的关键节点上。美国对台战略的目标不是为了台海的稳定，而是要完全掌控台湾。民进党当局似乎对此事浑然不觉，还沉陷其中，一个劲儿在感谢拜登政府所谓的支持。2021年的两岸形势可谓风起云涌。今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以“克难前行，稳中有进”这8字总结，您对此如何评估呢？过去1年中，两岸关系的确是异常的复杂严峻，有这么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就是两岸关系其实是大两岸，也就是中美太平洋两岸关系和大陆与台湾小两岸关系互动的结果。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台海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在调整，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拜登政府大幅度的提升了美台关系，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虚化和模糊化了一个中国政策。从大两岸关系来说，台湾问题是其中的一个议题；从小两岸关系来说，美国是放纵了台湾当局谋独的小动作。第二，就是围绕台海问题，军事化的程度在不断的升级。解放军海空军在台湾周边的战备巡航已经是常态化，已经成为遏制台独的常规动作。与此同时，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也越来越赤裸裸。在2022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呢，就包括了美国对支持台湾防御的内容，还要求美国情报总监就所谓的大陆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任何行动提交报告等等。美国升级台湾的武器装备，包括媒体披露出来的多国帮助台湾组装潜艇的消息，无疑都推高了两岸关系的军事化程度。第三，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没有好转，民进党当局不断试探大陆的底线。最近举行的4个公投表明，国民党并没有扭转颓势，未来两岸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不能再依赖岛内政治的变化。当然，在过去1年中，大陆对台的战略明确了几条主线。第一，大陆是有耐心的，对祖国和平统一抱有最大的诚意。对台政策的基础就是要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换句话说，大陆对台政策的目标就是具有塑造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和前景的能力。第二，明确了遏制和打击台独势力的红线，除了解放军军机的战备巡航之外，还对顽固的台独分子进行了惩罚。台独是破坏两岸战略稳定的因素，两岸都应该进行惩罚和制裁。第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今年习近平主席在视察福建时提出了对台工作的重要的方略，这一方略符合两岸人民，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和全局。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近日，超过1万名俄罗斯士兵结束了在俄乌边境附近为期1个月的演习，返回基地后，一度剑拔弩张的俄乌边境局势似乎出现降温势头。但据外媒报道，鉴于局势依旧不明朗，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暂缓前往中东，继续驻留地中海地区。而明年1月10号和12号，俄罗斯将分别同美国、北约代表就乌克兰等问题举行会谈。面对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清单，美方如何接招？来看报道。据多家外媒周二报道，鉴于乌克兰边境局势依然紧张，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于日前下令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驻留地中海地区，暂缓前往中东。该打击群本月1号离开母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军港，并于14号进入地中海海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原本应穿行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以配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行动。据悉，该航母打击群包括圣哈辛托号巡洋舰以及科尔号、班布里奇号、格雷夫利号、贾森邓纳姆号导弹驱逐舰。此外，挪威海军弗里乔夫南森号护卫舰也与美航母打击群同行。法新社则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的行程变化不仅反映了美军在欧洲持续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让盟友和伙伴相信美方将履行集体防御承诺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多项针对俄罗斯条款，比如将为乌克兰问题拨款3亿美元，为欧洲防御计划拨款40亿美元，并为波罗的海地区安全合作提供1.5亿美元。面对美方施压，俄罗斯以实际行动针锋相对。上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当天成功齐射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锆10是俄首个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为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千克，可同时打击海上和地面目标。该导弹预计将于2022年起向俄海军交付。实际上，近日超过1万名俄罗斯士兵从俄乌边境返回基地，使得地区局势出现降温势头。有分析指出，俄军此举也是在为即将举行的俄美新一轮会谈做准备。美国白宫证实，美俄双方将于明年1月10号在瑞士日内瓦就乌克兰局势和军备控制问题举行会谈。本月7号，普京曾与拜登举行了2个小时的闭门视频会谈，但未有任何实质性成果。本月17号，俄外交部公布了俄罗斯和美国、北约的安全保障协议草案，该文件已提交美国政府和北约。草案内容包括提议避免在敏感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建议北约停止进一步扩张等，其中特别提到了建议北约承诺不东扩到乌克兰边境。普京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如果美国和北约拒绝提供战略安全保障并继续东扩，俄罗斯将有多种方式回应。Он может быть самым разным. Э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те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делают мне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эксперты. Будут бесконечно болтать, бесконеч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вед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ничего не делать, кроме того, что накачивать соседнюю страну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вооружения и наращивать угрозы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должны что-то делать. 俄卫星通讯社此前曾披露，在莫斯科外交部大楼12月15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方列明的安全保障清单文件被提交给了美国代表，据说还对俄方提议背后的逻辑进行了解释。俄罗斯方面多次警告，北约持续东扩触及俄方红线。We didn't come to the borders of the U.S. or the UK. You came to us. Now you're telling us that Ukraine will also be in NATO.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俄美下月要就俄方开出的安全保证条件正式会谈了，那么您如何前瞻？为什么美俄争端持续加剧呢？主持人好，在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出现较为激烈的争端之际，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年度这个国防预算法案，把中俄作为主要的威胁。那么针对俄罗斯，美国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3亿美元的支持，为欧洲防务倡议提供40亿美元，为波罗的海安全合作提供1.5亿美元。这充分说明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防范没有消停过，也使得俄罗斯感到北约东扩给自身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美国武装乌克兰试图把乌克兰纳入北约体系，这是美俄冲突的根源之一。2014年是一个分水岭，俄军直取克里米亚以后，美国开始武装乌克兰，先是以提供人道援助为名，
向乌克兰呢输送医疗设备、救护车和野战医院，之后呢开始输送通讯、侦察、导航、雷达等军事设备，进而呢输入进攻型武器，比如说呢装甲车、无人机、战车、标枪、反装甲导弹等等。美国呢向乌克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下一步呢是美国呀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F-35第5代战机以内的新式武器。那么在过去8年呢，这个美西方还对乌克兰的军队啊进行这个训练，每年呢乌克兰和北约国家呢要进行10次联合演习。乌克兰西部军事基地呢都是由美军监管的，4000多名美军在乌克兰活动。那么很显然呢，北约东扩已扩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乌克兰呢还没加入北约，已经把北约军队，特别是美军呢引到了俄罗斯边境。这呢就是普京所说的到了退不能退的地步了。于是呢，这个俄罗斯在乌俄边境啊陈兵10万，以武装斗争准备呢来应对美国和北约的咄咄逼人，要求美国和北约呢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呢北约不能在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12个新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中呢部署多国部队。美国和北约呢都不会答应俄罗斯的要求，要是答应了，那么形同北约成员的资格呢要由这个俄罗斯先批准。这个美俄争执不下，现在呢决定在明年的1月10号和12日展开谈判。这场谈判呢将是艰难的，双方的不妥协有可能呢引爆新一轮地缘政治争端，欧洲呢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而明年1月的美俄谈判也或许成为美国调整战略重心的新开端，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同时面对中俄2个大国的这个联手钳制。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周三在北京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见，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7次会议等4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会见时，韩正表示，中新作为近邻和伙伴，政治上相知互信，高层交往密切。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李显龙总理通电话，对中新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愿同新方携手同行，深入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等抗疫合作，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瑞杰表示，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互动，发挥好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加强人员交往，携手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随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主持4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双方全面梳理两国高层共识落实情况和务实合作进展，共同规划下阶段合作方向和重点。深圳卫视注意到，韩正此次对王瑞杰表示，中方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瑞杰也回应，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给新中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方一致同意，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和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打造互利共赢合作新标杆。说未来在于整个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这种区域合作的各个领域，我们包括这种区域的贸易一体化，包括这种互联互通，包括这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方面，我觉得中国和这个新加坡都会提供很多经验吧。新加坡自己本身也说，新加坡和中国的这种合作不仅是中新双边的，同时新加坡也对连接中国和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加紧布局印太的背景下，新加坡作为美国的区域安全合作伙伴，自然成为意图拉拢、联手遏制中国的对象。今年7月以来，美国防长奥斯汀、副总理哈里斯、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美方高官就密集访问新加坡，因此新加坡对中美关系的相关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12月初，王瑞杰在参加拉惹勒南讲座时发表讲话，提到美国和中国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势在必行。他表示，与冷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中美两国是在同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内竞争的，脱钩的代价会很高。除了竞争，双方在必要时进行合作也非常重要。深圳卫视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以来在接受外媒采访以及出席国际论坛等场合，多次在谈及中美关系时做出积极表态。3月，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李显龙表示，新加坡不可能在中美间选边站。他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另一方剔除，中美必须在本地区共存。8月，李显龙以视频方式出席2021年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时指出，当前很多亚洲国家和欧洲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但同时以美国为重要友邦或盟友。现在要让大家再次分割将非常困难，中美应该争取相互接触，冲突不会产生好的结果。11月，李显龙在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蓬勃创新经济论坛晚宴时，就驳斥了美中脱钩可能出现一个拥有2个独立经济体的世界的说法，而是将中美两国描述为连体双胞胎。他说，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不可能建立各自的体系。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近日接受中国记者团联合采访时就表示，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希望大国之间的互动不要成为一种零和游戏，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和繁荣能够创造最好的条件。实际上，美国特别重视东盟，就希望东盟现有的一些地区架构能够推行美国的一些议程、一些价值观。所以，但是我们也看到，东盟这种中心地位实际上是符合中国一些利益的。好比说，一些开放、一些包容，包括以东盟中心为这种整个地区架构的中心，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维护地区仍然是一个坚持区域主义啊，坚持区域的这种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东盟能够维护这种坚持这种中心性或者是大国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的。